嘿，大家伙早喽！4月23号星期二，第4个训练日，下雨了，下了一夜，还在下，但是不是太大。这气温穿着还有点凉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，先预告一下，明天会参加合练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周期练5天，后天再休息，行吧？然后今天是设备测试的周期，我计划的最后一天，完了以后会看看各方面的表现。今天咱们这个视角稍微短一点，因为一直在下雨，我这个相机怕进水，有点夏天的感觉了。那咱们一会儿聊啊，一会儿镜头上可能有水，大家抱歉了啊，是镜头上水，不是屏幕的问题。咱们开始回评论。有一位小伙伴说青岛马拉松没跑好，本身自己的 PB 是3小时37，然后跑了3小时40，前半程1小时40，也就是说他的目标是3小时20完赛，但是没成功。而且呢，说过了半程之后就开始累，然后开始饿，特别饿，说一场比赛吃了9个能量胶，到最后也迈不开步了，心率还特高。这就是连锁反应的跑崩。就像那天我分享去年的波士顿，我也是吃了比平常计划多的能量胶，因为当时那个感觉挺难顶住的，就你觉得不行了，你才会往嘴里塞东西。所以这次大阪马拉松我就跟自己说好，包括水战也一样，就坚定一个补给逻辑。当然这个不是因果关系，是因为您身体状态不好，竞技状态不好，导致跑崩，然后再进一步导致饿，再进一步导致使劲吃。但是我听说青岛的坡挺多的，我觉得一次的失败不用太往心里去。就像虽然我波士顿跑了2小时57，好像是，那对我来说真的挺失败了。但是你别往心里去，再来嘛，对吧？把夏训做好，然后秋季的赛季再说。这就是连锁反应。下一位啊，今年高中毕业之后有2周的时间来日本玩，有什么建议？那恭喜您啊，考完高考了，到时候就这种建议我一般是这样，我会分2个方向给您建议。如果您想一次来尽可能的玩更多的地儿，那一般很多人的路线是要么从大阪去东京，要不然从东京去大阪。从大阪去东京的可能会更多一点，比方说您飞到大阪，然后呢第1天在城里转一转休整，然后呢京阪神奈，就是京都、大阪、神户、奈良。要是想再远一点呢，姬路、冈山、广岛都可以，就是您在关西周游券能做到的地儿。然后之后呢，一路北上到箱根，在箱根可以住一晚，找个温泉酒店。箱根是有名的温泉聚集地，而且在富士山边上，您找一个，要是经济条件好，找一个能在自己房间窗口看到富士山的酒店，然后待一晚，1博20，1博20就是北方话叫一个岛2个堡，一个晚饭，然后睡一宿，然后一个早饭，然后就去东京了。到东京大都市，在东京可以待3天左右，4天城市深度游。您要是有灌篮高手的情怀呢，
再坐1个多小时车从东京可以去镰仓，或者呢可以去横滨，横滨是日本第2大城市呢，大阪是第3大。但是横滨没什么可玩的，就中华街，差不多就这样吧。或者您反过来，另外一条路就是体验人文情怀。体验人文情怀就不要这么跑游客点儿，你就找一个城市，或者选2个城市，一个城市待1周，坐咖啡馆，然后看看本地的生活。下一个啊，我说的400米怎么跑？我猜您肯定说的不是400米比赛，而是400米间歇。400米间歇就得全力以赴，然后休息多久呢？1分钟，就站那儿休息，或者慢慢走，都可以。400米至少10组起步，如果是以马拉松为目标。40多岁的老哥，那以后像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们就千万别叫我哥，太不好意思了。跑了3年，一共累计了2800公里，要有一个场地的10000米比赛，特紧张。目标是43分30，在我能理解，年龄到这儿的时候，想增加速度能力是有难度的。这有什么紧张？不用紧张。您看您跟我说的那些数据，我觉得您应该能够跑到42分开头吧，至少没问题的。场地10000米我没跑过，但是大黑猿先生老去跑，我不知道您那比赛规则严格不严格。像大黑猿先生说，这边的场地比赛还不允许穿这种厚底儿的马拉松鞋呢，就是跟国际田联一个规则。给您加油！陆联的会费多少钱？5000多日元，就200多块钱1年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组织都是这样，就是至少大阪陆上竞技会是这样，就是我登记在大阪，然后跑了3年，体重160斤一直不变，跑完特饿得吃3包泡面，那您肯定变不了。就是跑完，就我说的直接点啊，因为对您这种情况，可能就得说的稍微的直接点，我先超过这个人。就谁跑完都饿，我跑完也饿。实话实说，跑完马拉松吃3包泡面都太多了，而且极度的叫什么不健康。泡面本身还行，如果不是油炸的，但是它那个料包太咸了。那如果有油包的话，太油了。那3包确实太多了，3包得，我估计得有小2000千卡的热量了。本田先生刚冲刺完1组，被我看到了结尾，远远的黄色衣服，黄绿色衣服。如果您不改变您的饮食，就不可能瘦下来，怎么跑都不可能。不长胖就很不错了。跑完以后吃什么合适呢？你看像我是早晨跑步之前不吃饭，回家吃早饭。早饭的量有多少呢？大约是500千卡，差不多。如果您不知道500千卡大概什么概念，您就搜搜常见的早餐的东西。下一个，上坡比赛掉速严重，怎么专项练习？说实话有难度。你看，我为了大阪马拉松去跑那个坡，那是跑了那么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些进步，当然那进步是因为你习惯了。来到红大上。我最近不跑以后就又退步了，对吧？还有在吗？
好些东西你确实跟从小在这生活的人没法比。哎呦，对吗 ？Nice race。这位先生周日完成了70公里的马拉松。跑量和配速，如果一直跑特慢，跑量高，成绩能好吗？也能好，但是进步的不明显。我的观点是这样的，就是，比方说我说400公里一个月，关键是说400公里一个月肯定是最重要的，其次就是稍微考虑考虑它的组成，比方说您3周有2次强度课，就很可以了，对绝大多数爱好者就很可以了。在这情况下，您要能完成400一个月，那您的最好成绩应该男性啊，应该能进2小时50。另外一个小伙伴也是这个问题，说，有点看不清，沾水了啊。半马120，全马248，希望半马118，全马245，有什么建议？建议是。到您那程度，其实我给不了您什么建议。我觉得得提升速度能力。我的心得就是，速度能力上来了以后，说白了，其实还是提升阈值的配速。速度能力并不是那种爆发力100米、200米那种冲刺。阈值配速1公里以上的变速跑、间歇跑，这些就什么时候？比方您现在觉得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，我跑3分45的配速跑8到16公里，我觉得很累的。但是呢，到今年大阪马拉松的时候之前吧，我能把这个配速提升到3分33到3分35，那显然的在比赛中我就能维持一个更好的速度。而这个配速的提升主要是2点，第一点是我冬训付出的跑量，还有一点就是这几年规律的强度课，就是周3的强度课。虽然那个强度对我来说不算最大，或者说不算很大，但是很有帮助，因为可以把速度拉起来，人多。来，组长红大上，开头。看还有吗？首马 PB 了，但也是 PW 了，因为是人生第一场。哎，您说的太好了，我们就用这句话结尾吧。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，永远在路上，对不对？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4月23号星期二清晨6点42训练结束。今天早，今天跑的少。今天轻松跑了11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13，心率136。因为明天要多练一天，明天是跑团合练的日子，跑强度课。我不知道课表呢，还很有可能是6公里的阈值，也可能是别的吧。但是明天是我第5个训练日，而且是我判断这个周期的，就算是伤好的第1个周期，差不多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点感觉，可能3%。所以明天的强度课呢，还是会量力而行，但是要去。因为也有频道的观众说明天想偶遇，是吧？今天跟大家聊聊各位的评论或者是弹幕。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说了，但是我打算重新说一遍，我会剪掉刚才的，就是关于我那天说，比方说大黑猿先生来中国出差，我说吃的太咸了，导致体重上升。这我觉得，当然你要是真是杠精的话，咱们另当别论啊。但是我觉得我说的没错。首先有前提，就是他吃饭的地方呢，除了早餐是酒店以外，基本就应该就是对方企业的，可能是餐厅或者食堂，或者是一起吃饭的地方，都是那种按一人制的那种份儿饭，除了可能有的那种晚上的聚餐以外，那这种其实大家知道的，这种都是太咸了做的。就是并不是说只有中餐咸，就您说的对。你说日本的味增咸吗？你要㧟一勺直接搁嘴里，肯定也咸呀，对吧？那哪儿的盐它不是盐呢，对不对？因为吃咸是人类历史遗留的问题啊，因为以前人们要把东西腌一腌，
腌咸了以后，这样才能保存呀，对不对？但是您要与时俱进，要向前看呀。就像在这儿，其实日本社会已经相对西方社会更闲了，但是呢，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尝试改变生活方式了。就像我们，然后我可能又得说一句实话，就是你看我在国内，在北京是个大城市，多元化，而且呢，大家接触新的东西，无论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啊，还是可能这种人多一些，在饮食上就会慢慢改变一些。像很多在家里做饭的人，像我记得我特小的时候，家人就说这个1天2克盐，说这个世卫组织说的，要不然就有可能血压呀、心脑血管就会有问题，否则就刻意再减少盐。但是很多时候传统饮食不是这样的，这边社会也分3种人，一种人你看上一眼就能看出是本地人，就是瘦小小的，而且会有比较明显的内八字，因为可能家里是合适的房间，要贵族，然后他们的饮食就是这边的传统饮食，尤其是关西地区，比较的咸，比较的以碳水为主。你看像日本，你看京都为什么腌菜那么有名呢？是因为它原来没有冰箱，又穷，鲜的东西送不过去，交通也不好，就烂了，那只能是吃腌制的或者是风干的，对吧？还有一种人呢，就跟我在北京看到的大多数城市人口差不多，就饮食呢，当然也有传统饮食，也有外食，但是自己吃的时候会尽量的控制一些，知道什么是更好的，什么是，比方说我就馋一口红烧肉传统的，我就想吃一口，就什么是过瘾的，什么是更好的。还有一种人呢，在全球各地都有的一种人，就是那种练块的，或者那种一看就吃的就反正是特干净或者那什么那种人，也有。那就是不同的组成嘛。我只是说我跟大学先生分析他去中国出差的时候，他的那个饮食环境，那没办法。你说你在食堂吃梅菜扣肉，它可能不咸吗？您说呢？是吧？那不可能啊，对吧？因为无论是传统的日餐、传统的中餐，有些菜它就得咸，不咸不好吃啊。我特爱做饭，我知道的，好吧？行，那这么着，评论就都回完了。最近在准备应该开始准备夏训的第1个月和第2个月是以6月30号的100公里为目标，努力干吧。但愿明天的强度课能够顺利，好吗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，咱们明天还能见。